这是《死亡搁浅2》的游戏开场画面，超大广角的自然镜头，伴随着灵性的音乐，慢慢发现真实和虚幻进行了融合。直到拍摄地理地貌的镜头缓缓升起，无缝衔接到主人公山姆的脸上，我发现这完全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电影导演在背后长进。Hello， 我是 Joseph，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我发现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聊的话题，那就是小岛秀夫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导演呢？小岛秀夫作为知名游戏制作人，在游戏界可谓是大名鼎鼎，从合金装备起家，后来独立出来做《死亡搁浅》系列。这人在游戏圈争议极大，爱他的人说他重新定义了游戏的视听语言，恨他的人会说他就会播片，把游戏做成了互动电影。但不管你站哪一边，有一个事实没办法否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游戏制作人能让你在玩他的游戏的时候如此强烈的意识到这个镜头是被人刻意设计过的。还有极强作者印记的影像风格，比如偏爱长镜头、强调主观压迫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尝试从一个电影导演的专业视角来拉片分析一下小岛秀夫是怎么设计镜头的，他到底算得上是个好导演吗？我们下面来看第一个拉片的片段，那是《死亡搁浅》1代刚开始那一部分介绍 BT 出场的过程的话，我们开始。开场能看到就是一个远景、一个剪影的画面，然后通过一个动作匹配推到了一个近景，把他眼镜给摘了下来，出现他的人名条。外面下的时间雨啊，我们玩过游戏的应该都知道。他在这个洞里面决定稍事休息。现在一切你能看出来是偏祥和的，这也是为了后面的紧张的情绪做铺垫。这时候他的一张重要的道具啊，他的合影，他跟他妻子的合影掉了下来，他想伸手去捡了。这里这个主观视角我们称之为 POV point of view， 就是山姆眼睛里看到的这个画面，能看到被时间雨淋过的地方已经开始加速的皮肤老化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细节。好，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了，可以看到镜头缓缓的运动，没有直接给到脸部，而是通过他的肩膀、他的身体出现了反应，他通过身体感知的方式感受到这个 BT 的存在。这一段戏最难呈现的就是 BT 作为一个不可见之物，你看不到它，怎么体现出它的压迫感、它的恐惧？小岛秀夫就做得非常好。然后一个反打过来，间接的去交代 BT 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行进轨迹。这里也是Sam 的一个主观视角，他尝试去捕捉 BT 的行踪。反转回来，山姆还是想去拿他的相片，但是立马就被弗拉吉尔给阻止了。一个切到一个双人关系镜头，这里你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来交代这个 BT 的。山姆和弗拉吉尔这两个人是挤压在画面左侧的一个很小的空间。我们一般构图不会这么构图，我们会把人放在比如画面1/3的位置，或者换在中间的位置。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构图方式，但是为什么说右边是空的，而把 Fragile 跟山姆挤在左边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为了体现这个看不见的无形的 BT 的压迫感。它就算你看不见，它还是在那边，给了观众一个很强大的压迫，把这两个主人公都压到角落里面了。我们的视角跟随着这两位主角看向上方，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走。这时候镜头缓缓的运镜。注意啊，这里变成一个长镜头了，连续的长镜头啊，开始不分切了。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上，我们摄影机跟随着 BT， 从一个主观的视角到客观的去看着这个人。这里其实就是山姆的视角跟 BT 的视角在博弈。而在这个阶段，镜头是没有分切的。我们可以看到山姆把嘴巴给捂住了，是不是我们感觉非常的紧张？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这里小岛秀夫进行了分切的话，是不是这种紧张的气氛、压的气氛刷一下就掉下来？为什么他不选择分切？他在这个场景刚开始的时候进行分切的，到这里他不选择分切了，其实就是连续镜头，它的这个时间压力、它的时间张力是慢慢累积的，所以这一块如果它不分切的话，它的这个 BT 所营造的恐惧感、所营造压迫感是持续累积、是持续变大的。你仔细感受一下，是不是这么一种感觉？
这里其实我们就能感觉到，如果说这个 BT 真的走了的话，一种视听上的拍法是什么？是会分切一下镜头，对不对？来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但是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镜头还没有分切的原因 ，BT 并没有走，这个恐怖的情绪还一直存在，镜头又被这个 BT 所吸引住了，围绕着这个主人公。这里你会发现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就凭着就是它的一个脚印、一个掌印在地上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主角一个 C 位，而把游戏中的主角山姆和 Fragile 挤在了边边角落里面。这也是一个视觉控制权的一个争夺。镜头慢慢的摇了回来 ，Fragile 这时候把手就放了下来。好，切镜头了。我们刚才讨论过了切镜头的问题，既然在这里切了镜头，那就说明 BT 这时候是真的远离了。你会发现，哎，是不是一切镜头，这个紧张的压力突然就释放下来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那就说明这一段小岛秀夫的视听设计是真真正正起了作用的。它缓缓的运镜，缓缓的去接入 BT 的这个信息，去堆积压力，堆积惊悚这个感觉，慢慢的观众可能没办法像我这样去解读它的视听语言设计图，但是从你的脑海里你能感受到这种恐惧感是在堆叠在增加的，这个就是一个优秀导演的镜头设计能力。然后跟随着两个人镜头缓缓望去，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偏深焦的一个叙事啊，可以看到远景处有5个人是在天上飘着的。当然这5个人到底有什么含义的话，要把游戏打通关才能知道。这里的话我们解读这个片段就不去展开去叙述了。然后这5个人慢慢消失，天也放晴了，也预示这个危机的完整的一个全部解除。然后切到了主人公的一个反应，也是流了泪，当然这是杜姆斯体质的一个表现。好，这个片段我们就看到这里。那跟我这么仔细的看了这个几分钟的介绍 BT 出场这个片段，你觉得小岛秀夫的导演能力怎么样呢？我提炼几个比较重点的信息，我觉得这里非常非常关键，你可以拿小本本记一下。就是一个点，就是小岛秀夫是非常清楚怎么样去制造悬疑和去设计镜头的。这里我自己对电影的一个设计的理解就是，所有的电影都是悬疑片，不管是剧情片也好，你说你是文艺片也好，本质上都是悬疑片。你导演凭什么让观众继续看我的电影，继续坐在电影院里面把我的故事看下去？就是因为悬疑，你这个片子有悬疑感，我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文艺片，我们说有的时候可能说剧情会比较平淡，但是文艺片会更加注重整个影片影调的悬疑的设计。你思考一下是不是？那在这个悬疑塑造上有几点，一种是剧作结构上的悬疑设计，这个我们在后面在讲剧作的时候会具体的去讲解这个元素。另外一点就是场景设计、镜头设计上的悬疑制造，这是我们今天看小岛秀夫他的导演风格体现出来的一个优点。那我再分享一个暴论，就是我观察到的几乎80%以上的导演认为的导演工作是什么？是记录和展现。记录就是把剧本里面的文学元素动作化，呈现在场景里面，然后用摄影机给记录下来，最后通过剪辑拼接在一起展现给观众，这是导演的工作。但仔细讲会发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那其实我可以这么跟你说，我理解下来，导演真正的工作在于隐藏和揭露。我当时在电影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们说过，导演工作的最重要的3个工作内容。第一个叫 review， 就一个英文单词叫 review， 就是揭露的意思。第二个还是 review， 第三个还是 review。导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慢慢的去揭露信息。那有揭露就会有隐藏，有隐藏和揭露这个环节，影片才会产生出悬疑感，才会让人看下去。如果你仅仅只是记录展示的话，那你这个影片不会有人产生持续看下去的欲望。所以小岛秀夫很多时候片子的运镜它都是比较慢的，他会有时候比较偏好于长镜头的去叙事，但是他运镜会比较慢。为什么？他又希望比如远景的或者画外的声音啊，画外的叙事啊，把你的悬念给勾过去，把你的吸引力给勾过去，然后他再慢慢推过去。这就是他的一套导演视听的这么一个设计逻辑。他又希望慢慢的去吸引你，慢慢的去勾引你，所以他不着急去马上给你展现正在发生的动作。
所以说通过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到小岛秀夫他是非常懂镜头设计，他非常会设计的。 Nice。 回到开头这个问题，小岛秀夫是一个好导演吗？那判断一个导演好不好，不是看他会不会拍大场面，会不会用长镜头，而是看他会不会利用视听语言来讲故事，来制造悬疑。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岛秀夫无疑是一个好导演，他懂镜头，懂节奏，懂怎么掌控观众的心理，水平甚至超过了很多电影导演。那聊到这里，我觉得只说他是个好导演已经不够了，他其实在做一件更大的事，他是一个媒介的跨越者。很多游戏制作人都会模仿电影，比如说切镜头的方式、构图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但小岛秀夫不是在模仿，他是在利用游戏这个媒介做电影做不到的事。小岛秀夫曾在采访中这么说：“我的目标不是做像电影一样的游戏，电影是线性的，观众是被动的，但游戏是互动的，玩家是主动的。我想做的是让玩家在互动的时候感受到电影一样的视听体验。镜头不是事后加上去的，镜头是玩法的一部分。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在躲避的时候，在战斗的时候，摄影机都在讲故事。比如这一段，山姆独自在荒原的道路上，忽然响起零星的音乐，镜头自动缓缓拉远，构图如同伟人纽瓦的史诗电影。但此刻你的手指还在手柄上，山姆还在你的控制下前行。这个镜头是游戏的还是电影的？都是也都不是，它是一种新的语言。小岛秀夫用电影级的视听语法去解决游戏设计的交互难题，去塑造游戏独有的情感，去创造一种只在互动中才能成立的不可复刻的诗意。我觉得这是作为导演的小岛秀夫最值得被称赞的地方。如果你看完这一期对小岛秀夫的导演身份产生了兴趣，那我非常推荐去看一部纪录片《小岛秀夫连接世界》。这部片子记录了《死亡搁浅》诞生的全过程，也记录一个坚持用电影语言做游戏的人如何在商业压力和创作理想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那看完之后，相信你对小岛秀夫是不是个好导演的问题会有自己的答案的。那你觉得小岛秀夫的游戏中有哪个片段是让你最记忆深刻的呢？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讨论一下哦。我们下一期再见。